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夏无言，瑶瑶，捉逆臣，杀叛贼。青龙偃月，保护好师尊。把谢家瑜带回宫中。接着！世子，我们现在安全了，该去何处？回北京。小心！爷爷！你已经好几天未进食了，有什么话，吃完饭再说。啊。瑶瑶，你曾同我说过，无论萧无一有没有走在你前面，只要他没有背叛你，没有让你失望，你都会好好的替他活下去的。快吃吧。你打算囚禁我一辈子？你应当知道我的本事，这世上所有的锁都锁不住我。锁不住，可以用毒啊。软金散，至少让你哪儿都去不了，可以好好跟我成婚。那你不如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会替萧无一报仇。你给过我1、3次了。萧无一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他逃走的时候，伤势很重，姑早在城外布下了埋伏，谁知道他一出城的时候，就有人将他救走了。说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不是还暗藏私兵？看来你也不知道啊，谢家瑜。看来他也并不信任你。不好了，殿下！
放肆！谁允许你不通报就闯入的？殿下恕罪，是有要事禀报。说。萧子期他不见了，他用针灸刺晕了阿禅姑娘后就跑了，如今不见踪影。快搜供寻人！诺。放开我！我要找我阿娘！你们骗人！外头根本没有瘟疫！姨母，救命！他们都是坏人！我姐被他们打了，阿娘也不见了，他们都是坏人！坏人！你这个大坏蛋，杀了祖父祖母，还要杀我世子爹爹呢！冯安，将人带回东宫，再让他逃出去，亲自领罚去。奴婢遵旨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快走！按兵不动。阿大，你下次要是想让我别动，就比这个手势。哎，对。萧无疑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阿茂，那封没来得及给我的信，是无疑的吧？把它给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你对子期的态度，一个在法场上滥杀无辜的人，怎么会对一个孩子如此担心？除非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所以我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都从头想了一遍，再结合刚刚阿大给我比的手势，还有这些药材，便已经猜到9成。这些名贵药材都是治疗血瘀之症的。若你真想杀无疑，怎么会让人在此为他炼药？那剩下的1成呢？是诈你的。你是怎么认得这些药材的？是我教世子妃的，是齐王殿下求来的神医，医治世子。你也早就知道了。那萧无疑他现在只要那一箭射在该射的位置，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至于血瘀，神医配了药丸，至少能保世子2月无虞。阿大带的人都可放心，给我吧。无期家语，见心安。我让一只一旦确定我被北清安探抓走，就将全部真相告诉你，免你惊忧伤惧太久。但你恐怕已经哭过一场，想到此处，心中已然不安。瑶瑶，萧无疑此生未曾负过任何人，背负于你。也许这是此生最后一封信，我还是想从文熙太子说起。13岁之前，以为我的命运会和父王还有所有叔叔伯伯们一样，做一个禁军统领，速为攻城与巍巍皇权。然北秦入侵齐州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战场，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为保我一命，共死了147位营士。你以后就叫萧胜，以后他就是你们的主人。
参见世子。他叫青龙，他叫颜渊，以后都会紧随世子。我手握却骨令和却骨出天下庭的期许，心中却万分茫然。若当年那场轰动大业的安禄谋逆案实乃冤案，我父母才是令上京都城沦丧20年战乱的根源时，我真能凭一块令牌一呼百应，令天下安定吗？难道我大业的精兵只为直到我遇见一只，不为百姓而战吗？才找到方向。维熙帝后扶植寒门，制约豪门世家，并没有错，只是他们用错了时机，也失了分寸，才令北秦找到可趁之机。君以为什么是好时机？分寸又该如何把握？当年是当年，如今是如今，如今已然乱世，乱世必中条。谢君一言，令愚兄拨云见日。大业需要一支真正为百姓家国而战的军队。比起健康宫，我更应该去北京。8年征战，大业有了梅府军，萧胜成为了萧无义。一直说的没错，如若没有9丈原重伤，或许萧无义终有一日会变成文熙太子。但血域之争注定年寿不永。谢太傅的私心也让我看到了另一条更好的路，一只更适合这个位置。父王从前犯的错，终是动摇军心的隐患，对此我早有准备，但没想到英王会以太傅之命为饵。他既出手，我们索性将9世连根拔起，将计就计，演一出君臣决裂的戏码，以肉身铺路。拿着这封密报，好好的看。提防暗探。我计划好了一切，安排好了所有。为了达成最终目的，可以牺牲任何，但唯一的例外是你。我怕告诉你便会失去独行的勇气，然江山之重在肩，无一不敢牺牲。江无义，你是骗子，混蛋！混账为什么不告诉？你们2个混蛋，究竟是什么时候商量好让他去送死的？还有那一剑，究竟是谁的主意？赵毅的那晚，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他给我的那一剑，是做给冯安看的。再见面，便不必留情。不要！哥！所以，你让阿大按兵不动，是因为除了健康宫外，那些早已被发现的北齐暗探，真正要防的是冯公公。不仅是防，更是利用。你们就是要借他的嘴，让英王相信，就算你知道案子有问题，你也一样要怀疑萧无义，把萧无义逼入绝路。至少有他。神医说的2个月是什么意思？他本就有血瘀，又中了一箭，一路颠簸到北京，不会有好日子的。可神医的药只能保他活2个月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2个月之内他回不来呢？如果英王没有相信你们，没有按照你们挖的坑去跳呢？夭夭，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在想，该怎么给这个混账收拾。
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萧无一用斩断的雀骨令融化炼成的，他希望我交给你。这原本就是我母后的凤印，不如给它重新熔铸，给你做个发簪如何？我一张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失去。我和君主一样，若我能抛开，都希望你自由快乐地活着。你可愿再一次练习？此路迢迢，恐乌归期。与君诀别，有负君心，不敢再投来生，只愿遥遥此生能再遇良人，平安喜乐。世子瞧瞧，他们2人如此情深意重，才熬了2个时辰，就画下了这张北境防御图。你这个人一点情分都不讲啊！一个丧家之犬，他们追随你不离不弃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吗？他们的命，不比礼貌的更值钱？我背负将士舍生忘死，就是为了护卫百姓。你要我为了他们的命出卖大业，放弃北境百姓，穆连羽，你何时变得这般愚蠢？世子既然提到百姓，好呀，来人，把百姓带过来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点！今日天色正好，百步穿杨的好机会啊！当年在健康我输给了你，今日咱们再比一场，我要是又输了，我就放了青龙和偃月。尔等知道他是谁？他就是你们等待了一辈子的文熙太子。这些年不仅是在你们南叶，连上京也到处流传着雀骨出天下定的传言。这些南叶移民，谁不期盼你文熙太子再现人间，救他们于水火？如今你既然都来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对他们视若无睹。住手！这萧无一画的防掠图，跟青龙偃月的不一样，究竟哪个是真的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昨夜寅时，殷王派出斥候营，佯攻清溪、颍川、3杀。无一呢？他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殷王能佯攻这3个地方，说明他已经开始相信无一了。无一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。鹰王诡诈，不能完全相信。我一定要他活着回来。哦，对了，昨夜有位故人回来，说有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。
而且只能交给你。谁？慢点放。蔡少安，你怎么样？信不辱命，找到了。正如你信中所说，不是矿石，乃是浆状之物。把火机离备好，我们现在就是。一定要小心，此物威力远超你想象。再危险也要试。古书中记载，火机里火势如山崩，火舌如电旋，决胜千里沃野。为了打赢这场仗，为了让无疑平安归来，再危险，我们也要一试。本王派出的3股斥候，按世子所画的舆图，果然全军覆没。看来，这舆图是真的。青龙偃月放了吗？本王言出必行，只要你跟我合作。这舆图有2处暗错，是我故意留下的。殿下若想合作，还需满足我一个条件。这就好嘛，这才是我认识的萧无一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要上京。我乃文熙太子，定要率我大业子民重归故都。萧无一啊，萧无一，你这个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？时至今日，殿下还有资格讨价还价吗？北前小皇帝忌惮你，断粮草，派监军，又欲借李茂之手将你仅有的3万黑鹰军赶尽杀绝。如今利刃已架在殿下脖子上，殿下还有的选吗？我不会要殿下一兵一卒，我只要我大业一民。我能培养出1支北府兵，就能培养出第2支。届时你我联手攻破李茂大军，你便可一路南下，拿下建康，再挥师西进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殿下最想要的，不就是西周之地吗？殿下，殿下真要把上京给萧无一吗？这可是通敌叛国。殿下，这是在骗他。只要从他手中拿到完整的北京防略图，再把李茂的大军攻破，届时就可以把萧无一给。不过这个萧无一啊，太聪明了，他竟然一眼看穿本王最想要的其实是西周。莫非他挖了什么坑，等着本王跳啊？殿下若一直担心萧无一，不如逼他彻底无路可走。殿下今日还病着？臣好了，臣接旨。南叶狼子野心，觊觎我朝疆土，实乃国之大患。朕闻讯，恨不能即刻披甲上阵，与贼决一死战。遂命皇叔迎战，力阻陆养，夺回失地，以雪国耻。萧无一能用则用，不能用则杀。如果皇叔担心萧无一行死谏之计，朕有一法，可替皇叔释萧无一之心。吃吧，你哥已经到陆阳城外了，他可以带你回去了。这是北府军冲锋的战鼓声。我家小皇帝的大军已翻过秦山，此刻前有北府军，后有我家小皇帝的大军，两柄利刃，
都插在本王的头上，能救本王的也只有萧世子了。世子，你能不能给本王、给天下看一看这个理由？你想要我做什么？记得几年前，瓜州灵风铺，李乐君谋害了云昭郡主，回到了健康。世子与谢家瑜联手挖出真凶，你们原本想血刃仇人，但李乐君苟活性命，主动投奔本王。当时谢家瑜曾说过一句话：有朝一日再见到李乐君，我一定会取你性命。北清暗探果然名不虚传，就连我与李茂的私下交谈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请问世子，这句话还算不算数？世子，今日本王给你一个兑现承诺的机会。如果你真的相信他，就请允许他真正的成为你的对手。阿兄来晚了。岁月轮廓，半是选择，半蹉跎。乐君，若宿命淡薄，何来对与错？世人皆不过为执念而活，爱恨难断，如风沙雨过，论尽是非，终究不能说。此生在世间，皆为因果。少爷，哥哥，我好累。天王对我很好，他早就知道我是安他，却还是真心想给我安稳的后半生，我却不能报之以真心。齐王府的深仇大恨，爱不得恨不得，一旦两国交战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逃来的这3年，今日我一并还给家玉了。有我一命，萧无一应该可以得到北京的信任，这是不是也算赎完在崔俊犯下的罪了？就允许我用这条命，最后为哥哥的帝王伟业拉开序幕吧。哥哥，原谅我，我想休息了。撤军！若我不想做萧大魔头的夫人，想做英雄的夫人呢？我要你长命百岁，现世安稳，清白传家，名满天下。你这是在为难我？没错，我偏要为难你，你听不听？一张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。比赛那日，我看上了你，要娶你那是我的私心，并非假意。不巧，我就是来寻你的。美人投怀，本王怎敢拒绝啊？你可愿
再一次联系。我不怕生完结，只怕你会走远。我离开你之前，只舍永远，哪怕心跳终会理解这丝甘愿。我只盼着人间成全你我的缘，隔绝云烟人天地都毁灭，我只想再见你一面。我把你的2名侍卫给你接回来了，就不怕我跑了吗？昨日两军阵前，你当众杀死李乐军，证明了你自己的决心。有了这份投名状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？怎么？你想杀我？萧无义，你居然敢与北秦贼人为伍，你对得起文熙太子之名，对得起北府的兄弟们吗？我萧无义从不畏人言，我不这么做，你们还有那些羊圈里的南叶子民还有活路吗？李茂杀我全家，夺我北府军权，如今又贪功冒进，眼看就要将我北府兄弟送到北秦人的刀斧之下，到时候别说北伐，就连整个北境都要沦陷。你们很快就会知道，究竟谁对，谁错。我与鹰王交易，不过是想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。是走，是留，你们自己决定。我父母皆死于北秦人之手，我发誓此生绝不与贼人为伍。萧无义，你不配文熙太子之名。世子恕罪。他们是生是死，萧世子自己做决断。不过是2条丧家犬，让他们给我滚！别回头，世子越是众叛亲离，燕王便越是相信他。乐君是要彻底斩断你和萧无义之间的情谊，就像那时，因为我阿母的死，所以无论我猜测了多少理由，在心里又为乐君找了多少借口，我和他之间的情谊还是戛然而止。因为那是我最亲爱的阿母。他一直希望我能成为真正的帝王，不受任何人的掣肘。他担心我会过于依赖萧无义，也担心我会因为你而心软。他用着必死之举，完成了我和无义的计划，却也彻底斩断我们所有的情谊。5日后，北风洞，定风坡。看来决一死战的日子终于到了。新的火机里已经治好了，与之前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带你去看看。